Hello， 大家好，我是 Anson Tan The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又回来啦。所以今天要跟你们探讨的 topic 是为什么 Why am I not a Bitcoin believer? Why you shouldn't be too？ 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不是一个比特币的信徒。然后今天你应该要以怎样的一个角度跟出发点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讲这番话 ？Before 我们去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去理清一个观念，就是 holder 跟 trader 的差别。谁是 holder？holder 就是那些买了 Bitcoin 收在手上 ，keep 着它等它涨的那些人叫 holder。这样通常这批人也是比特币的信徒来的，就是他们相信比特币的未来很好，它会涨到很高的价钱，所以这也是 holder。这样我呢？本身我比较定位成我自己是 trader 看待的是 turnover rate 跟 liquidity of the commodity， 就是我现在手上我握着的这个 coin， 我现在在 trade 着的commodity instrument 就是比特币嘛 Bitcoin。Holder 会把比特币当作是他们的人生资产，就是他们的 asset，OK。可是对我们 trader 来讲，很大部分人只要他是 holder， 他基本上就是对比特币的前景有很大的期望的，就是讲简单，就是他们就是比特币信徒，他们相信比特币在未来它会涨到很高的价钱，然后我的资产会瞬间暴涨，这个是 holder 的心态。可是今天我们 as a trader， 我们把比特币只是当作是我们的一个资本，当作是一个本金，当作是一个子弹。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今天我们做 trader 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踏入这个领域？不是股票，不是 forex。为什么会选择是 crypto？ 就是因为它的在这个领域，在这个 crypto market 里面，它相对来讲比较新，它的那个浮动率大，它的 turnover rate 高。当 turnover rate 高的时候，就代表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盈利点让你去寻找。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每天都有机会进场，每天都有机会找到盈利点的话，是不是代表你 ROI 就很高？所以这个是我讲的想要跟你们讲的第二点。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 as a trader 我们会涉入 crypto market 来玩 option。因为 option trading 你们都知道它是可以买上买下的，在比特币这个 market 里面，只要你会掌握怎样去观察这个市场的走向，它是买上买下，让钱帮你工作，是用你的资本去帮你带来更大的收入。刚才我有讲嘛，那些比特币信徒都是 holder 的话，他们唯一可以盈利的点就是在低点进场，然后在高点的时候卖掉，就这样子而已。他们可以掌握的这个就是我讲的 turnover rate 很低，就是你可以寻找到的盈利点不是讲像 option trader 这样多，你只可以可能1-2个月才这样卖掉一次或者买进一次。因为就算是比特币浮动这样大，它的相对高点跟相对低点在1年下来也只可能发生一个1到2次或者3次，很少。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踏入这个 crypto option market， 就是因为它 turnover rate 高，然后 ROI possibility 高，这样子这两种。再接下来第3个原因就是，我个人是非常相信区块链这一个技术的，这个底层技术。可是底层技术归底层技术，比特币只是它的一个延伸品。今天我相信的是区块链，我可以不用相信比特币。为什么 ？OK， 今天比特币每个人相信追捧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不外乎就是它会有，因为它安全、公开、透明哦。可是这3大基石，这3大 pillar， 我们讲都是从 blockchain 给予的一个特性来的。这样假设今天比特币不攻自破，它这3个特性被人家被现在的技术攻破了，怎样办？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技术很快速发展的一个大环境下。最近如果你们有听说过一个叫做quantum supremacy 的一个新闻的话，就是他在讲现在的量子电脑有机会在未来发展成运算速度非常快到什么程度？是它可以在30秒内把整个 blockchain 的 ecosystem 击垮，整个崩盘。这样你想象一下，在未来的技术，假设如果真的能到那个高度，换句话来讲，整个 blockchain system 系统是不是会被攻破？这样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也可能会有人讲，可能技术那么发达，自然也会有对应的那个加密系统产生。这个我承认。这样你要知道，这个比特币整个系统它是已经在08、09年的时候已经就是这样子了，它是不会再改变的。这时候的技术大环境下，如果比特币没有办法去应对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环境的时候，没有办法再提供人家所谓的公开、透明、安全这几个要素的话，基本上比特币就它的价值会瞬间蒸发，就这么简单。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新兴的一个替代币出来，我们也不清楚。So 接下来我要 share 的就是第4点，为什么我会设想这一切东西？因为我
我最近有读到一些资料是在探讨这个黑天鹅效应的。黑天鹅效应就是，如果你们对这个效应有想要更深入了解，我会放链接在下面，就是等下你可以在 description box 上面点开来看。说黑天鹅效应，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一直以为极小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就好像很多人会讲，好像之前的08年的次贷危机、互联网泡沫。这些很多人在自己在设身处境的时候，他们会讲哪里有这样容易爆，或者是现在经济这样好，哪里有可能讲崩盘就崩盘。可是很多时候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时候，它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好像最近的事情也是一天，在股票市场上直接猛跌了一个30%，这个在股票市场里面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这个美股市场跌了30%这件事情是。连巴菲特自己都讲，我活了89年，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这种降低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是黑天鹅事件。OK， 所以一样的，今天在比特币今天我们讲，很多人会在市场上会跟你讲，它的 market cap 还很小，它才 billion 而已。如果相比讲 stock 来讲 ，stock 的 market cap 是算 trillion 的，一个是整1000倍的概念。所以你可以讲，很多人会讲比特币跟 stock market 比较好像大哥跟小弟这样，比起来好像比特币才在这个市场上才9岁而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很多人会跟你这样讲，可是自然来讲，它刚刚开始，自然来讲，它的向上发展性可以很大。相反来讲，它 downside 的 potential 也可以去到很高，就是完全 collapse， 完全比特币的 value 可以是瞬间蒸发到完全没有价值。只要它的那个系统被攻破，或者是完全无法再去支撑市场上那些投资者的那些期望或者是应用场景。OK， 既然讲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未来这个黑天鹅事件会往好的方面发展，还是往不好的方面发展，因为该又体会到我刚才讲的那个 quantum supremacy 的问题。今天 quantum supremacy 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刚才又有提到讲，当技术的大环境允许的情况之下，会有相应的对应技术来去对应这些种种的我们讲 conflict 或者是问题。可是当这个 conflict 跟问题产生的时候，就变成我们一个人类没有办法去准确去预判未来会往怎样的情况发展。我们不懂是盾强还是那个矛更强，我们不知道是我们攻破技术来得更强更快，还是我们对这个金融系统创新的那个想法更快，就变成我们讲的奇异点。奇异点发生的时候，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准确去判断，就好像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还有这些网络的革命，这些东西是10年前跟10年后很大的区别，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准确掌握的东西。这样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去掌握的话，我们要怎样去应对？我们就要去 diversify 我们的 investment portfolio， 也是我第5点要讲的，也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分配 diversify 我们的5大资产。今天我们人只有2种收入来源，第一就是 passive， 第二种就是 active。今天你 active 的话，不外乎就是你是 employee， 你是 business owner， 就这2种。这种是你有做才有，没有做就没有收入的一个收入来源的。所以我们富爸爸也讲，我们要把我们的 passive income 提高到 cover 我们的 daily expense， 这样基本上我们就不用用到 active income 的方式去维持我们的生活。所以 passive income 方面的话，就是有几种哦，有 stock， 有 property， 然后有 gold， 再接下来我们今天又有 crypto。这样这4种为什么讲是 passive， 就是你让钱帮你工作，你放了钱进去，你用你所懂的一些知识跟资讯去投资相应的产品的时候，让钱帮你工作。So你不用真的是去用劳力去换，你是用你的资本去帮你带来更大的收入，所以这个就是称之为 passive income。所以你要去懂得，今天我讲今天虽然我是 crypto trader， 我也不会讲你要完全把100% of 你的资金放在 crypto 里面去省钱，你还是要懂得去明白，在这个市场上，某一个行业的危机就代表在某一个行业的转机。就好像现在 COVID-19 的时候，很多旅游业或者是服务行业都会受到打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什么行业在兴起来？是不是可以是药品行业？是不是可以是医疗行业？这些种种每一个危机都是出现这另外一种转机。所以我们要去知道这个不同资产背后的那个作用关系，然后去理解了过后，我们要去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资金转移出来，放在不同的地方。这种东西是你要在这些不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危机发生之前，你就要先做好准备。当危机真的发生的时候，你才可以最快的情况下做出相对应最正确的决定跟反应。OK，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5大点。第一，你要先很明白并且了解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今天是要做一个 holder 还是 trader？ 这样如果今天你是要定位自己成 trader， 你要很清楚自己的目的，你是看在 turnover rate 高 profit 高。这样如果你今天看在的是这些，你一定要把钱套现出来。因为今天假设你今天一直赚 profit， 可是你没有套现出来，你没有拿去花拿去用的话，我时常会讲，如果今天你赚到的钱你没有拿去花的话，那个不是你赚到的钱。当你把你赚到的钱真正花出去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赚到钱。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我讲的就是 ROI 高 turnover rate 高。还有就是我讲的第3点，就是我相信的是技术本身，我很相信技术，我很相信比区块链这个技术可以带给人类另外一个发展前景的可能。OK， 第4点就是我讲的黑天鹅事件、黑天鹅效应。我们时常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小概率会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反而应该为这些可能会发生的黑天鹅事件去做准备，因为通常这些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时候，就是危机的出现。但同时危机出现的时候，就是你的转机、你的机会来的时候。再来就是第5点，就是你既然懂黑天鹅事件总是会发生，你就要去预备，你要先去明白5大资产背后的作用关系跟运作，然后从而去最理智的去转移你的手上的资产，然后确保你的资产是安全、是保值的情况下，甚至在这些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时候大捞一笔。OK， 今天我就 sharing 到这里啦。我的 video 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记得 like， 然后 subscribe 很重要，然后记得 share 给你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个讯息。这里是 The Trader， 做手过客，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